继教协倒台、职工盟被曝正被香港警方国安处调查后，反中乱港组织民阵据报也将解散。香港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周四表示，民阵近年组织了一系列大型非法游行集会，可能涉嫌违反国安法。警方已搜集相关证据，随时对违法组织依法采取行动。同时，他也透露，警方不排除继续对一些主要民阵骨干违法行为进行调查检控。香港舆论认为，在落实国安法的今天，不管反中乱港组织有多少成员，不管外力如何撑腰，顽抗的结果都是死路一条。对于民阵及民阵骨干成员涉嫌违反国安法事宜，香港大公报周四访问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萧泽颐表示，民阵2002年成立以来，一直未有向公司注册处注册为公司，也未有按法例向警务处牌照科注册为合法社团。近年组织一系列大型非法游行集会，可能涉嫌违反国安法。他透露，警方已搜集相关证据，随时对违法组织依法采取行动。民阵现任召集人陈浩环因前年10月的非法集结案被判囚18个月，他同时面临12项指控，预计要入狱34年。前议员范国威、欧诺轩及岑子杰都曾担任民阵召集人。3人因组织或参与泛民非法初选，被控触犯香港国安法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范国威和岑子杰在押。范国威于今年3月辞去西贡区议员职务，岑子杰也失去沙田区议员一职。欧诺轩今年4月被判监10个月。民阵召集人被判囚，对依法追查民阵有何影响？萧泽颐表示，一些有头有面的人已因非法集结罪被判囚，但不排除警方继续对一些主要骨干进行调查检控。至于与民阵沆瀣一气的支联会，经办理事早前辞职，企图逃避刑责。萧泽颐重申，犯法就是犯法，不会因辞职抹掉犯法行为。香港的民间人权阵线其实类似前面的教协，只要它是反中乱港的性质，那么在我们强力实行国安法的这个情况下，只要它触犯了国安法那么它一定会受到相应的法律的制裁。所以只要有反中乱港的活动出现，我相信它目前不解散，将来也必定会走向解散。作为反对派组织的一个联合平台，民阵在高峰时期几乎囊括了所有反对派成员，是名副其实的香港暴乱一大推手。过去数年中，祸乱香港的大事件背后都少不了他的身影。2019年的修例风波中，民阵策动游行，暴徒冲击特区政府总部，包围立法会，在港岛超过10处地点纵火。民阵发起的由尖沙咀至西九龙站的游行，也演变成九龙大暴乱。有港媒披露称，民阵一直勾结外国势力，破坏特区政府施政。2013年4月，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在台北举办第8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获邀参加的就有10任民阵召集人杨正贤。2019年，民阵去信61个外国驻港总领事馆及欧盟驻港澳办事处，鼓动各国发出针对香港的旅游警示，并公然诋毁一国两制。2020年12月，民阵伙同支联会等26个团体去信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要求联合国就多宗所谓酷刑进行调查。这些行为呢，我们觉得其实不仅是非法行为而且严重威胁到了这个国家的安全应该说民阵在其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另外，民阵的资金来源也颇值得关注。根据香港媒体报道，民阵是常年没有注册的非法组织，其利用会员银行账户处理不明来历的巨额捐款，可能涉嫌洗黑钱及违反国安法。警方早前已向民阵发信，指其涉嫌违反社团条例，要求民阵5月5号或之前就6项要求提交资料，包括没有再申请社团注册、民阵网页及 Facebook 专页是否由民阵管理、收入来源、开支及用作接收资金的银行及户口账号、2006年9月至今举办的游行集会目的及地点，以及民阵与支联会等其他团体联署至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目的及原因等，但民阵至今未有回复。一直以来，香港社会对民阵乱港极为不满。日前，有市民到警务处和保安局递交请愿信，要求执法部门跟进。而民阵目前的境况正是一出形象的树倒猢狲散。据报道，民阵团体成员代表上周曾碰头讨论民阵的处境，包括教协、支联会和职工盟等。会议简单讨论了民阵的处境后，举行是否同意解散民阵的投票。
结果多数意见倾向解散，但各代表同时表示要回自己所属的团体商议。报道提到，民阵中的死硬派拒绝解散，企图将其他团体绑上战车，而一些仍留在民阵的会员团体早就想切割，只是怕被骂才勉强留在民阵。在教协解散后，民阵内部人心惶惶，都在想办法自谋后路。事实上，有前民阵核心人士哀叹，民阵解散属意料中事，在当前社会气氛下，化整为零或是保存实力的出路。但不少港媒已经发声，不可能说句解散就可将过去罪行一笔勾销，从而逃避法律的制裁。这两天，针对教协突然宣告解散，也有法律界人士表示，不排除有人借此销毁证据，因此促请有关当局尽快采取行动，以免有人毁尸灭迹，企图逍遥法外。香港警方，我相信一直在注意收集他们的有关证据，也准备随时对他们实行相关的行动，不可能逃之夭夭，一逃了之该法律追究的还是会继续追究。